欢迎去看关键时刻。在中国科技的发展路上面，有一个单位非常的重要，那就是微软在北京所设的亚洲研究院。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国在 AI 的发展上面，或者很多高科技的发展上面，这些领导人或者这些高科技的人才，很多是从这个研究院出来的。当时中国跟世界的连接，中国能够得到世界最好的科技技术、科技概念，都跟这个单位有关。但没有想到，现在这个微软的亚洲研究院现在已经通知他底下的人说，有一个调查信函是你要不要到其他的地方工作？如果你要到其他的工作的话，我微软会给你全力的支持。现在被解读什么？现在解读是微软要他的中国 AI 团队干嘛？打包出国，而这个打包出国根本就是把这个科技的摇篮给扼杀掉。那只有这样吗？没有，我们看到。包括英国的《每日电讯报》也讲，现在壳牌很多像三星、苹果、贝莱德，很多也要慢慢的离开中国。所以现在中国跟世界的连接，难道已经到了最后一条路，已经真的到了楚河汉界的状况吗？好，在这一段里面有2位来宾加入讨论，第一位是财经专家吕国正，国正你好，大家好。现在应该算前国发会主委龚明鑫，他最近讲 AI 就是国力战争，但我们知道，他讲说 AI 的3大核心是算力、算法跟数据。对，现在中美的竞争的都3个，而台湾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是拥有台湾竟然掌控全世界的算力。对，现在这个全世界的算力让台湾刚刚讲到，2024年4月台湾主要 IT 厂营收1个月。竟然营收到了1.2兆，对，没错。实际上，在中美大战的过程中，我们都知道说 AI 绝对是现在两边呢要争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皇冠。但是你知道，我们龚明鑫的前主委说什么 ？AI 主要有3个核心，一个叫算力，一个叫算法，一个叫数据。算力是什么呢？我要用这个 AI 的数据，我来算。来算的话，这个核心是什么东西？这个核心就是 AI 的这个晶片，还有伺服器等等。不好意思，这个部分来说的话，美国目前为止是领先中国的。那为什么领先中国？因为算力大部分的核心的这个技术、核心的这个东西呢，在台湾生产，都在台湾。对，另外一个算法跟数据来说，2个国家可以说是互有领先，而且中国可能有很多数据，所以两边或许是差不多的。但是唯独在整个，因为美国掌控了算力，这个形成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目前为止不足美国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之前雷蒙多有讲了？是今天台湾站在美国这边，如果今天台湾被占领的话，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灾难，因为我们掌握了算力。算力导向哪一边，对，哪一边就赢了。对，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你看我们这个今年的不要说今年前三个月第一季，或是今年前4月，事实上台湾的这个 IT 产能是相当好，也带动整个股市往上冲嘛，冲到历史新高。为什么？因为就是 AI 嘛。好，那除了台湾非常好之外呢，现在美国呢也要求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既然呢算力都不能够给中国之外，还有什么？算法我们可能也不能够给中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单位做了一件事，就微软最近呢就通知他在中国的 AI 的团队，就说，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他们的说法说我们要轮调，所以请你们呢这个时候你们要想办法到什么地方去。如果你要到澳洲去，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都配合你，看你要到什么地方来。那当然说，那是轮调吗？但是明眼都知道，你就是不要让中国有这些算法，你不能够让他拥有你微软 AI 的这个技术嘛。所以微软竟然要把它在中国科技界的泰山北斗这个亚洲研究院，对，我要把你打包出国。对，好，那这个亚洲研究院呢，说实在是目前呢中国 AI 的人才的摇篮之一啊。那李开复啦，或是这个很多人呢，全部都从这边出来了。但是现在呢，我要把这个把它切掉了。所以你要知道，事实上现在美国真的坚壁清野，是要你微软，你也要给我效忠，你不能够在中国帮他们培养 AI 人才了。而且现在里面的文件里面的这个通讯都已经出来了，现在所有重要的人都要搬走。你如果把不重要的裁掉的话，整个中国区就可以关掉了。对，没错。上现在网友都在网络上爆料说，你看收到公司的原件就说，你愿不愿意迁到其他地方工作，包括说像美国啦、澳大利亚啦，还有爱尔兰等等的这些国家，你如果要去的话，可以离开。好，那他说牵涉到什么呢？譬如说西加 AI 的团队就做 AI 平台的 Azure， 还有 ML 等等团队，这主要都是在做 AI 人工智慧的。也就是说 AI 人工智慧它是不能够让你在这个中国发展。那因为你要
这个微软的说法说，我们只是轮调。就轮调的时候，你看《纽约时报》马上就说，他就说呢，目前在中美紧张的紧张之际呢，该公司面临在北京运作这个先进研究室，在政治上是不是可行的疑虑？因为那是政治不正确。因为美国很多国会议员就质疑他，为什么他要离开呢？因为美国官员跟国会议员质疑你嘛。他说，因为你在维持一个800人的这个先进研究院，他有800人。对，因为我就讲。这个亚洲研究院曾经在2004年获选为全世界最好的研究室，当时美国很多 AI 人才还是从这边出去的。它是全世界最好的研究室。对，所以等于说，我们目前为止，美国很多 AI 人才还是跟亚洲或是跟华裔很相关，可是很多都是来自这个地方，所以呢，美国很敏感。但是微软就说啊，没有，我们已经开始限制相关人员了。他不是今天才被逼。美国很早前就说你这个很敏感，然后他又说我们去年秋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允许中国的研究者加入可以提前使用什么 ChatGPT-4 的这个小型团队了，就是我们的新技术我们已经不让他用喽。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什么量子计算，还有这个脸部辨识，还有合成媒体嘛，我们都不能够让中国用喽。然后后来他们说啊，我们也禁止雇佣什么，你可能是跟中国下属大学的学生，还有相关的这个研究不能够这个合作，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有相关的防范措施了。但是目前为止，美国还是不允许，然后所以呢，他们就面临到两难的局面嘛。所以为什么这个《纽约时报》会有这个报道？也就是微软其实在这个地方下了很重的重本。我在这边有很好的设备，我在这边有很好的成绩。他也讲说，我这边也设了一个安全护栏，我已经限制中国的研究人员去参加所谓的政治敏感工作。对，是没有办法，美国逼着你。非走不可。对，所以你看，事实上从去年开始的时候，他就在 Vancouver，就是加拿大这个地方，已经设了跟中国一模一样的单位，所以等于是他现在就要求你慢慢把它移走。所以呢，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讲微软它最重要的投资是目前为止是什么 ？OpenAI 就是微软，所以微软会测试非常多 OpenAI 的东西啊。如果让它测试的时候，那就是让他们知道。对，所以这就是微软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中国的最重要的原因。而且微软现在在 AI 这个领域上面是独占鳌头。对，他除了有 OpenAI 的话，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团队。像他最近一段时间呢，就发展了一个叫 Vasa 1的这个框架。这 Vasa 1的框架是什么呢？我们事实上他就说这样。我只要你的这个几张照片，一张你的照片，还有你的声文档，你只要一个声文档之后，好，我就可以说什么？我就可以做一段影片。宝杰，那你的影片，宝杰的影片跟你一段声文档之后，我可以做一个几分钟，你就在那边讲话，我可以几乎生成你在讲话的影片。你看，几乎是完全在，你看我这都是做出来了，这个不是，这就你一张照片，还有你的声音档，我就可以做出来了，就做出你讲一段话。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完全模拟出这个相关的你脸部的表情，然后嘴型什么，他都可以模拟得非常清楚。所以，导播我们看，也就是我今天下面看到这个女孩子，对不对？她讲了很多的话，有很多的表情，对不对？没有，我一开始我只要拿到你这张照片，对，拿到你这张照片，我再拿到你一段的声文档。你所有的讲话，你所有的表情，对，就全部出来了。对，他就可以完全的 OK 了。你看你的眼睛的这个完全都非常的仔细。他们就说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画面。他们曾经在训练的时候呢，找出人的表情的各种样子。所以你看这种细的纹路啦，什么都很真。那这个肌肉的线条什么他都说真的看起来就很像真的。大家都说真的是跟真的一模一样。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他还可以做什么？宝杰他厉害是说，好啦，我这个生成之后，我还可以调我的方向。你看，我可以调让他这一边，我可以让他要怎样的方向就怎么样的方向，我可以生成不同的方向。我光是脸部表情的变化已经够可怕了，我的脸还可以转方位。对，因为什么？因为这牵扯到什么？牵扯到你的光线啊，还有你的脸部表情就会变得不一样，你的肢体动作可能细微的就会不一样。你看，它都生成不一样的结果，这是他们依据他们的方式生成的这个状况。它还可以做什么？你看，因为它就用蒙娜丽莎当成一个脸头像，对不对？它就生成了，它音档当然是他自己灌进去，它就变成是他可以用蒙娜丽莎来讲话，他可以唱什么饶舌歌？你看他的表情也是那种饶舌歌的这个表情。你知道，事实上他们就可以根据我唱我的说话，就会生成我的表情。你知道，这是微软目前的这个 Vasa 1的这个架构。也难怪说现在美国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像刚才讲的，不管你是自愿，不管你是被逼的，现在微软的亚洲研究院确定是说，真的要打包走人。是的。而现在只有微软要打包走人吗？我们看到《每日电讯报》就讲没有哦，像壳牌店、石油，很多的单位
都要离开了，在中国待不下去了。没错，这是这个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这个报道，他说中汽它外汽加上谢宏式的离开中国，这是他们的报道。好，那为什么？他说目前为止有非常多，包括说什么这个五金的集团史丹利百德啦，或是 Nike 啦、贝莱德啦、三星啦、苹果等等，目前为止都慢慢的把他们的生产供应链或是部分的产业链移开中国之外。为什么？因为目前为止来说，可能中美之间的压力，而且川普可能又会科关税嘛。如果川普在科关税，他说是60%，对60%是所有东西都科关税，不是只有这一次这个拜登没有科到苹果供应链如果你是说这个川普，搞不好他会科啊，所以他们现在又开始紧张啊。川普上台之前赶快跑掉，至少要有一部分一定要跑掉嘛。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这个石油巨擘叫壳牌。那壳牌来说的话，事实上他在中国投资非常多，他有投资这个加油站。他有投资电力相关，包括发电还有贸易，还有行销方面的。就目前为止来说，他在中国有2000名员工。他就说，因为中国呢目前为止的这个竞争太激烈，他当然他的说法是这样我们获利不易，所以我们就准备关闭我们的这个小型的发电厂，还有绿能的产业。我们在中国能源发展，我们全部都要撤走。那当然了，大家就说因为你获利不佳，可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说，是因为你觉得这个地方的经营风险是越来越高了。而且我今天看到一条新闻是，本田 Honda 算是一个很厉害的公司，是。它竟然在中国崩跌了40%。对，没错。为什么这样子啊？你事实上因为我们就讲中国在去年的一段时间，它的整个这个汽车销售量是大幅的这个增加，尤其你看中国汽车的他们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生产量是大增，然后日系就大减。那因为日系大减之后，所以你看本田来说，它在中国的销售量，他说它这4年以来的话，已经蒸发了40%，就40%，就从高峰到现在为止，40%不见了。那因为我的本田的销售不好，所以他最近怎样？我把这个所有的1700名的员工呢，要求你离开，占本田的广东汽车的这个约莫14%。那另外你上也是一样，你上来说的话，这个销售量也是逐年的这个下滑。所以那日系跑到哪里去呢？宝姐，日系现在它跟台湾一样，它目前为止开始跑到美国去，所以它不只是台商到美国去投资，日系也在美国去投资，所以这种所谓大举撤离中国的这个现象，特别是外企，目前还是持续在进行之中。不是，刚刚讲到，现在微软的亚洲研究院在北京那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院，就没有想到他现在要打包走人，在打包走人的状况下，微软要离开中国，可是 Google 来跟台湾的关系更密切了，他现在要跟什么采台湾的3奈米Google 居然他以前只有资料中心在这个地方，他现在居然要把研发中心放到这个地方来了。对 ，AI 时代真的是台湾的时代，而且好运来了，真的是挡不住。现在微软要离开北京 ，Google 要扩大台湾的研发中心，因为它要采用台积电3奈米的 AI 晶片，所以必须要扩建台湾的研发设施。它本来资料中心是彰化，现在不是。它为了做先进的晶片，所以它考虑不要给三星代工了。2025年就要开始导入台积电3奈米的晶片。所以它重点是要离开三星来台湾，它要弃三星。三星是它最大的软体客户它是智慧型手机全世界最大，所以他不跟三星合作，这是一件大事情，而且他要开始扩建台湾的研发设施，就是为了要跟台湾的供应链合作。所以龚明鑫说了没有错 ，AI 时代是台湾的时代，算力在台湾，因为最好的。可是我好奇是，如果 Google 是要来台湾，它在台湾的哪里？还有，它今天要用3奈米去做所谓的研发，它要研发什么呢？对，我们来看 Google 现在正在加州举行开发者大会，一样跟 NVIDIA 一样，它这是秀什么？秀出以前 Google 会分辨猫跟狗嘛，现在不是。手机有新的功能，你可以问手机说这个音箱有没有声音？它现在是拍照而已，它怎么知道音箱有没有声音？接下来他还问说，手机助理 ，Google 手机助理，我的眼镜掉哪里去了？因为我们常常眼镜掉哪里，结果他既然找得到眼镜，他怎么知道我眼镜掉哪里？有记忆功能，所以他讲很清楚哦。Google 在这一次发表的时候，他是说晶片如何强大，它已经有影像处理，还有声音处理，因为它不止拍，它收到声音的。所以以前他们说 Google 在偷听你嘛，现在越来越相信说。我不小心把我的眼镜放在某个地方，它会有声音，而且它可能不断的在看着我。然后呢，我的眼镜放哪里？我想问，我的眼镜呢？它可以帮我找到，告诉你说你的眼镜在这里。所以它现在这太可怕了吧？正在发表，现在这礼拜在加州发表了。重点是它为什么？因为它要全客制化手机晶片，要交给台积电代工。这是科技网站自己的新闻，因为以前 Google 的手机晶片都跟三星合作，因为双方是最紧密伙伴。对。现在它从2025年开始，生产厂商要从三星改成台积电，
所以真的是台湾的时代，研发中心要扩大在台北，为什么？要跟台积电合作啊，所以跟我们讲吧，苹果为什么前一段时间大跌？为什么前一段时间苹果的手机卖不好？是因为人家的手机都已经进到了 AI 的时代了，你还在原地踏步。那你如果要进到 AI 的时代，你的算力要非常强，算力要非常强，你只能跟台湾合作。所以龚明鑫来讲 ，AI 的3大关键核心：算力、算法跟数据，台湾完全控制了算力，对，算力就在台湾，算法当然就是像 Google 这些做软体的，苹果这些做软体的数据 ，Google 的资料中心在台湾，谁敢放在北京，谁敢放在中国？所以台湾刚好是算力最强，而且时代真的是不一样啊！你有吃到 AI 的，真的就飞上天。台积电涨了4月营收成长59%，连广达过去被称为乌龟，现在风吹大了，以前是猪会飞起来，像乌龟也会飞。它是1兆的营业额，它成长25%，那是很惊人2000多500亿，对，那是很大的数字联发科成长48%，AI 手机都是 AI， 相对的苹果就卖的比较不好，联电没有吃到 AI， 只涨了6%，跟台积电完全是天壤之别。所以现在一个关键是 Google 它自制的晶片，它首度试单到台湾。对，为了跟台积电合作，它因为这个手机晶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到2025年开始才可以改由台积电嘛。可是新的是，它第一次将测试手机要封装测试嘛，将测试的晶片过去是三星统包哦。代工跟封测，现在是首度让台湾供应链做它的测试，由晶圆店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所以你来不会是只有一个台积电，是你周边的厂商都来台湾了。因为整个代工到封装测试，甚至以后软体的应用，都可能会跟台湾合作。可是重点是，台湾必须做一件事情，你要接 Google、NVIDIA 订单，你就必须，所以他1月接到这个订单，写下台湾第一次做 Google 的 AI 晶片。可是你4月就卖掉中国厂，很敏感吧？很奇怪吧？所以我们之前只看到晶圆把它这个晶圆电子把它在中国的厂给卖掉了， 4月份的时候卖掉大涨。原来之前你回头看1月 ，Google 跟他谈了，对，把它交给晶圆店测试。你已经掌握 Google 未来最重要的 AI 的运算测试，其实是由晶圆店在做的。所以同样的3个月后，他就把中国厂给卖掉了。坚壁清野，楚河汉界，没有一件事情有模糊的空间。而且你说现在台湾重要的在于说，现在真的在这个部分上面，讲 AI 的上中下游都在台湾，所以我们跟英特尔跟三星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供应链非常完整。台积电虽然不只是市占率最高，而是有一大堆业者愿意做什么？愿意为这些 AI 这些7巨头做量身定做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晶圆店可以吃到 Google 跟 NVIDIA 订单2000瓦？这代表什么意思 ？H100的功率700瓦，到了 GB200，我们说 GB200嘛，它是1000多瓦，它可以到2000瓦。它在测试说晶片在大量运算的时候会不会烧坏，所以就每个都有一个独门功夫。但我们来讲这家公司，我们常说晶片手机会过热会烧掉，有一家公司17年来只做一件事情，17年来只做一件事情，叫做蒸汽炮。我们想说蒸汽炮，因为晶片在封装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气泡，就好像我们贴手机膜里面有个气泡嘛，要把它蒸掉。如果没有蒸掉的话，会产生什么？电路会融化，电路会失效，甚至会影响散热。是把气泡给弄掉，所以他说他叫烤面包机，可是烤面包机很赚钱啊，17年来只做这件事情，股价是1500块 ，EPS 是50块。台湾每一家公司都有独门公司功夫，所以台积电不会过热，三星会过热，里面有很多玄机，不只是制程，而是每一家台湾公司都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不是这个压力烤箱有什么了不起？这烤箱是他独门生意，人家从17年前开始做到现在5奈米、3奈米，甚至到埃米，这些秘密都在里面。因为埃米更怕气泡，你电路可能会融掉，可能会影响散热，所以一点瑕疵都没有。卖烤面包机，所以为什么 AI 时代叫台湾的时代？不用，刚才讲的，龚明鑫讲说，现在 AI 是3种嘛，一种是算力、算法跟数据。其实搞了半天什么？其实，在算法、在数据上面，美国竟然没有领先中国，在算法跟这个数据上面，两边搞不好中国还稍具这个所谓的领先，所以他才要抓住台湾。因为刚刚讲，现在真的很多的 AI 人才是在很快速的流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中国为什么要发展 AI？
中国发展 AI 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呢，一段很长的时间呢。中国发展无人机、发展 AI、发展太阳能板、发展这个新能源车，都是在10多年以前就开始做的。对，他为什么要发展 AI？这一个目的而已啊，军事目的嘛。所以他开始就是军事目的，他就是要打仗用的。中国这么早就准备打仗，早就开始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在过去第二点，过去30年当中，我们这样讲，30到40年，中国所有的科技的主要来源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美国嘛。那中国的留学生的科技的理工科留学生主要去哪一个国家？去美国，去美国留学嘛。那好，反过来，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个最简单的事情。那这个 AI 既然它原来是全世界第1名哦，中国 AI 是全世界第1名，那在10多年前就领先，一直领先哦。AI 是领先美国的，当然领先啊，当然领先，早就领先了嘛。你 OpenAI 是最近几年才出来的嘛。但是它的 AI 应用早就开始，大数据这个名词，你有听到开始用脸部辨识、大数据、新疆控制等等这些对人权的这个强害的技术，是不是中国先开始干？对。到目前来讲的话，脸部辨识全世界第1名是哪个国家？中国。中国嘛，因为它这个东西没有人，它没有人权，没有人权的问题啊，所以可以数据没有人权，没有人权有什么好处？可以随便我用。台湾你搞一个数据，把你刘宝杰的资料弄，你就告他嘛。对，那美国也是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数据是有很多制裁权的保护的，有个人资料保护的。那中国大陆没有保护，所以它有数据优势，对不对？它有无远弗届的各种优势，还有更重要的，就是30年来的所有的中国留学生回国，而最近这3、5年来大量回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美国发现这个东西不行。所以开始拒绝中国留学生，把中国留学生大量赶回国。但这些留学生有很大部分 AI 这个领域里面做软体研究的留学生，大部分是中国人啊，真的。在整个大型实验室，你们中国人好用，对不对？然后又勤劳，对，然后又聪明，因为数学都很好嘛。那这些人非常优秀啊。所以大量回国，所以AI 一直他们非常强。对，所以你要讲到刚刚讲的是三个核心问题，一个算力，一个是算法，一个数据。在算法部分，它非常领先。那所以中国这个部分这么强，非常强，难怪美国这么焦虑。然后美国开始封杀了以后，出问题出来，就是你刚刚讲的半导体嘛。半导体是什么东西？就是 NVIDIA 的所谓的 H800开始到。现在的这个 A100啊等等这些产品，这开始几年，2、3年时间而已啊。对，2、3年时间，你要知道哦，到目前今天哦，阿里云啊，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云端服务的一个系统哦。它里面买的很早就买了非常大量的 A100的这个半导体在上面了，做了全国性的服务，他们非常领先啊。但是美国全面开始一步封杀。封杀到现在为止的话，他拿不到所谓的硬体，对，半导体拿不到晶片，就通通没有了嘛。还有第二个缺点是哪里？数据，它的数据里面有一个大问题，它跟 OpenAI 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它的 OpenAI 的数据叫做参数。什么叫参数？就参数之后，我现在开始，我们 ChatGPT 开始跟你在对话的时候，有很多参数，你可以帮我演算，帮我接龙，帮我写出一篇文章。但是你数据是一堆东西在里面，对，不知道那个什么叫参数，什么有用不可不知道。还有更严重的，中国言论自由，就这2天谈到言论自由是大问题，因为什么？他不能够骂习近平。那你不能骂习近平的话，很多话术、很多文字、很多文字你不能用嘛。所以你的大数据是筛选过的，那个差距已经开始有代差出来了。代差出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追，为什么没有办法追呢？因为他没有算力，他拿不到半导体嘛。现在这些 AI 的 server 的工厂，每一家工厂，不管是鸿海，不管是把这个广达，都在抢 IC， 抢不到嘛。那中国怎么可能抢得到？中国会被封杀。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不错，我们确实在硬体上有领先，但是龚明鑫讲错了一句话。说 AI 的时代是台湾的时代，搞错了，应该颠倒过来讲，台湾的时代要靠 AI 才能变成有往上腾飞的时代。我们在 AI 是落后的哦，很简单的落后，很简单嘛。台湾重硬体，轻视软体嘛。
我们台湾在AI 的投资是全世界的倒数的。不，我现在讲 AI 的应用，就郭台铭在几个月前就讲了，我们在 AI 的应用是全世界倒数的啊。我们的数据有拿出来应用吗？我们现在最强的，我举例这样讲了哈，我们一个健保局的医疗数据是健全完整，全世界大概第一的。可以拿来做医疗的这个医疗方面的，跟这种类似像这样大型语言平台共同运用嘛？它有开放吗？不能，没有开放。是哦。另外就是这件事情看到，鸿海就是台湾这几年这8年来，很多都腾笼换鸟，就做了一个所谓的脱胎换骨的转变。中间我最惊讶的是鸿海，鸿海以前我都觉得是牛皮股，那个股价根本不动。对，现在真的在动了。以前郭台铭讲说他200块才要退休，被人家当笑话。他真的被预估，他有可能破200块。那鸿海到底干了什么事？对，没错。实际上，今年的鸿海呢，或许有机会来到这个200块。为什么呢？实际上，过去一段时间，大陆认为，你知道刘扬伟刚接任鸿海的时候，很多人跟他说，这个鸿海人家都说是不动产，对啊，因为他根本不会动。对，那为什么不会动呢？因为他过去的业绩没有办法大爆发。他就是怎么做呢？过去一段时间的鸿海都是接苹果的订单，接全世界的订单，但是他只能够一直 cost down， 一直 cost down。那 cost down 到最后的时候，不好意思，中国出现了什么立讯，还有出现很多公司跟你 cost down， 那你以后只能够再跟 cost down。所以为什么它业绩一直没有办法大幅成长，就是一直都是在 cost down， 只能一直杀价，一直在杀价，一直在杀价。但是今年出现了这个，从去年到现在为止出现了不一样的东西，那就是 AI 终于不用再杀价了。为什么不用再杀价？宝杰，我跟你讲，目前为止中国能够做这些相关 AI 伺服器的吗？没办法，所以目前为止台湾厂商在做。那台湾厂商都是这样子，我们不要杀价，我们就是把这个价格往上拱。所以呢，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台湾也没有就不需要，因为为什么不需要杀价？因为现在量他们都做不完，所以不用杀价。所以目前为止来说，鸿海是这个样子。你看鸿海啊，我们看他第一季的时候公布了业绩的时候，你看他说什么？第一季 AI 伺服器的业绩成长大增200%。你说这个你看，一个东西大增了200%，表示我这么卖到这个完全紧绷。他说全年的这个 AI 伺服器的营收成长超过40%。对，所以呢，一个东西能够超过40%，这个业绩成长力道非常强。而且宝杰更夸张是什么？根据这个现在全世界的这个报道里面来说 ，AI 的年成长率在未来5年高达50%，就是每一年的复合成长率都是50%。然后到2030年呢，到目前为止的这个差异会多增加20倍，所以这就是台湾目前为止为什么卡住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那因为呢，我们要这个鸿海自己在做，那在做的时候，他逼的，因为他在台湾做，不能在中国做，所以逼得他怎么样？他最近做一件事，他跟辉达合作，因为在台湾做不能够有太多工人，所以他就在辉达就跟他说，我们有那种所谓的这个关灯工厂。就是类似说，不需要人，完全都是机器化的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帮你改善整个生产流程啊，还有作业流程。所以他前一阵子呢，他公布了一个，他们在这个鸿百，他们在这个南京的这个所谓南京厂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 AI 伺服器，它几乎都是用这个机器手臂在做的，完全无人了，完全这样生产的这个状况。所以他就是因为逼的你回到台湾，你只能够转型去适应台湾的这个市场，就是这样。那因为呢，为什么今年对这个鸿海来说是非常好？宝杰，因为我们知道，这在过去一段时间 ，NVIDIA 在卖这些所谓的过去的晶片，比如说 A 系列的晶片或是 H 系列的晶片的时候，它就是卖这个晶片组成这个主机板卖给你。但是它现在的 GB200，它会卖给你这样一个整台的，就是你要把它组装成整台，因为 NVIDIA 希望说我卖的金额越来越多越好，我的金流越大越好，所以它现在变成是它要卖整台的。那卖整台的时候，对鸿海最好，因为鸿海是唯一全世界，我们台湾是全世界唯一能够从上游做到下游的，但是唯一一家公司能够从最上游做到下游的，就是鸿海。它可以从那个 CPU 给我之后，我帮你打模打样之后，然后做成这个模组，然后一直到我有什么电源供应器，我有这个机壳厂商，然后我有什么水冷、液冷的解决，它全部都有。所以它为什么今年法人对于鸿海会蛮看好，就是等到 GB200出来之后呢，这种所谓它要弄成一个机柜出货的方式，只有它会对鸿海非常有利。那还有对于一家厂商非常有利，那就是广达，因为他们两家厂商是真的能够具有这种所谓垂直整合的能力，所以他们两家厂商，你看广达今天一度要冲到300块，你知道大家知道吗？1年多以前它才60块，它现在冲了300块。那这个就是完全无法想象，为什么？因为他接到很多订单啊，这个完全爆掉啊。那为什么？你看，
因为他带领的这个供应链移出中国。你知道以前的广达，他做 NB 嘛，NB 很多在昆山这一带，在这个重庆这一带。但是你知道，因为现在 NB 的竞争力太惨，他说啊，那我不要做了，我就离开。但是其实他那时候就开始慢慢往外移开，移到什么亚洲了其他地方，然后北美啦、拉丁美洲、欧洲，还有东南亚等很多地方。他现在开始往外移了，譬如说移到越南或者移到墨西哥州去。那 AI 伺服器就在台湾做，所以就变成是完全就不一样的一个局面，就是因为在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不能够再跟中国杀价，领先逃出来的，就是你会变成赢家。那还没跑出来的，目前就在跟中国厂商那边杀来杀去，血流成河成一堆。中国厂商自己也都杀成血流成河，所以来说刚好我们厂商碰到了中美的这个大战之后，要求转型，没办法，就是要硬着头皮离开。硬着头皮离开后，刚好又碰到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年成长50%的产业，当然会带着这两头这个广达跟鸿海的大象往上飞。辉子，我们刚才讲中国现在内部的压力非常大，可是我发现他们出了一个非常怪招，什么怪招？他说现在在网络上出现什么？导播看很多俄罗斯的女子，然后开始讲说，我好喜欢中国男子，我倾慕中国文化，我想嫁给中国的男人，就搞了半天。这些都是假的，全部都是假的，出口转内销来形塑出中国好棒棒。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其实就是这个女生，她说她真的不敢相信，她自己本身其实是乌克兰人，结果她在网络上找到一大堆她的脸，但是是 AI 形成的，然后呢就开始讲说我是生活在中国的俄罗斯人啊，我非常喜欢中国男人啊，因为跟俄罗斯男人比起来，中国男人又干净又不喝酒，然后对女孩子又好，然后就开始讲俄罗斯很糟糕，所以呢我决定要嫁给中国男人，生个中国娃儿，然后心想中昏倒了，他怎么后来？而且不是一个，是好多个，而且光他自己这个人呢，因为他长得很漂亮，他就说他至少找了应该有几10个，他真名叫做奥尔加，但是事实上他网络上名字叫 Natasha 啦，或者 Sophia 啦，他说天哪，这个你们全部都用了我的照片，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他很生气，他说我是乌克兰人我现在我的国家是在跟俄罗斯打仗结果你用我的脸，然后就开始说中国好棒棒，所以他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然后他就觉得是太不可思议。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其实就是因为习近平他们想要形塑出，当然就是一个中国好棒棒。你看这一些这些都是对，全部都是他，都是 AI 形成的照片。对，而且 AI 的形成有各种肤味，有各种发型，有各种状况，都是中国好棒棒。对，中国好棒棒，而且要嫁给中国男人，非常迷恋中国人，一心就是想要生个中国娃出来，然后你就觉得实在太不可思议了。然后现在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呢，除了有刚刚提到的，就是用一个 AI 形成的一个假的俄罗斯美女，然后来讲中国好棒棒照，你知道还有什么吗？没有想到他们竟然有一个产业，就是去弄很多外国女明星外国女人的那个很漂亮的样子，然后再假装是带货，就是 AI 的一个那个女生，然后来这边卖货，然后就开始在中国就在买说我这个什么东西很好用，我什么东西很好用。换句话说，他们竟然把盗用人家小象拳弄成一个商城，然后我这个商城里面的模特儿全部都是就是外国人，事实上都是假的，然后就开始卖什么表啦，卖化妆品啊，卖衣服，竟然开始这样做生意起来。他们就说这2年呢，非常流行这样子的，就是那种像洋娃娃型的这样的人设。等一下，我受不了了。这是《经济学人》的报道，对，《经济学人》报道而且是过去他们就发现什么同一个，这样仔细看，其实明明就是同一个女生，但是还有不同的名字，而且大家所有女生都是同一个愿望，什么愿望？就是要生个中国娃所以你就觉得这太奇怪了。后来人家就发现说，最近好奇怪。中国，你刚刚有没有提到，就是那个整个商城全部都是那种也是 AI 的那种外国人，然后开始在卖一些中国产品，他们就说销售量超级好，而且卖出来的产品的价格其实很低都在现在100块以内各种一大堆的什么装饰品家饰品全部都有，除了它竟然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意，你知道吗？而且宝杰哥不用成本它就是一个 AI， 然后把你脸换一换，发型换一换，所以就这样子完全不用成本，竟然还创造出不少的佳绩，所以这让人家觉得实在是太恐怖了。这 AI 时代，没想到中国可以用盗版跟 AI 这2件事情，创造一个那个商机。还有另外一个是被人家发现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男生，事实上根本就是一个河南的一个靠了 AI 的技术，然后把自己弄成是一个在俄罗斯在打仗的大兵然后还开始讲一大堆现在战况怎么样，有没有？他就
他其实是河南的，用 AI 的方式，然后把自己弄到那个好像是在战场那边，就后来被人家发现说他的 IP 竟然是在河南，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就被人家你的识破 IP 在河南，对就你说你在乌克兰打仗，对，然后反正就搞得，然后到最后好像也是在卖一些东西，结果后来就是因为 IP，然后才被人家发现，被人家发现说他的账号啊就因此而被封。哎，他竟然这样子靠这些卖有的没有的东西，竟然卖了好几十万人民币，所以你就知道中国这个靠 AI 其实赚了不少的钱。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起，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道和，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周六周日决战关键，等你来上线。